要我说呀，你看你看这就该好弄的。你刚才说大魔王回来了，不想破财的机灵点。老板来了，快！顾氏集团顾宇森，稳居青年 CEO 能力榜首，身姿挺拔，相貌卓绝，堪称商界天花板。可唯独……买的鲜花都是为了提升公司形象，有心了，但鲜花3天9年，太浪费，以后都换成仿真花，重复利用。身为一个特助，开源节流意识不够，这花你拿财务报6成，剩下4成算你贡献。别人的总裁挥金如土，我家的总裁迎他回来还要倒贴4成花篮钱，真是服了。顾总，这是刚送到的加急公文，需要您的签字。这个消毒了吗？下次靠近顾总，记得把口罩也给戴上。顾总好。来了。宇森，你现在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爷爷很欣慰呀。正常发挥而已，我只为钱发电，在我手里的项目从不会失败。不过眼下确实有一个关系到我们顾家未来根基的项目，需要你帮爷爷来解决。说吧，什么项目？结婚。没问题。啊，董事长宝刀未老，夕阳第二春，晚年遇良人，恭喜董事长。是让你老板跟他的娃娃亲对象结婚，不是我。爷爷，您这种封建残余契约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我顾崇山一口唾沫一个钉，我和他爷爷是老战友，当年是他爷爷冒死救了我，这门亲事是我许下的。您孙子不谈包办婚姻，我只对人民币感兴趣。我先前转到你名下的8亿股权资金，我有完全的调配权。你跟他结婚1年之后，我才会把那8个亿给你解冻，否则1分都不会留给你。爷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老板，重点是您不结婚，这8个亿就全没了。说吧，对方什么身份？那孩子执掌诸多命术。这边啊！快点啊，别乱跑！来！杀伐果断。经历无数血雨腥风，心狠手辣，是个实操型的专家，配你那是绰绰有余。听起来就像是个无聊的豪门女总裁，也是，只有这样的身份，才算得上是豪门联姻。去了那里就知道了，说不定正好治治你这一身毛病。那你们明天就见个面。他叫听东米，杀猪了。好嘞吧，别动啊，刀扎进去就不疼了啊，一忍一忍。
什么杀伐果断，是造型专家，爷爷要我娶的竟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杀猪女。爷爷要我娶的竟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杀猪女。爸，搞定了。老板，醒醒！是来买猪肉的吗？郑小姐您好，这位是我们顾总顾雨森，也是您的娃娃亲对象。本以为爷爷的老战友花重金让我嫁的是个豪蛮里黑五类，没想到是只爱开屏的傲娇狗雀，热脸和身材都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，嫁给他既能得财还能图色，这婚约我满意。你干什么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那把刀离我远一点。顾爷爷跟我说，跟你结婚1年后就能给我们解冻一大笔钱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给我爸在城里买个养猪场，养那种天音乐长大的高端猪。我堂堂帅炸商圈的顶流，你嫁给我就是为了养猪场？不然呢？就你这一身行头，我看一眼就知道你比我家种猪还难伺候。你这个洁癖怪！你说谁洁癖怪？你才是行走的发酵池，居然拿我和猪比！老板，你冷静，冷静不了，这婚不结了，承包，我们撤退。老板，你真打算让8个亿打水漂吗？喂，挣8亿，我告诉你，我叫郑多米。好的，挣8亿，别以为有爷爷的承诺就拿你没办法。豪门少夫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哦，那我就要试试看呢。只要我想尽办法让他主动离婚，保证他什么都捞不着。只要我待满1年不离婚，我就有钱能给爸买养猪场。靠近一点，先生，笑一笑嘛，结婚是喜事儿。笑一个。3、2、1，爸。哎呦，姑娘真领证了。这城里姑爷看起来不太好伺候啊。爸，放心吧，咱家那最凶的种猪饿他2天，不也乖乖听话了？好有道理。走吧，老公，趁着还没搬去新家，陪我再享受一遍田园乐趣吧。谁是你老公？松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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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别说你这种小身板，就是300斤的大肥猪，我也能徒手给翻个面。别拿我和猪比！承包。喂，老板，你为了这8个亿再忍一下。走吧，老公。玩的开心啊！一起玩啊，很好玩的。我才不玩！钓到了！哇！等等！快拿开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别跑啊！看嘛，看什么嘛？看，我呀！臭豆腐，老板，我要1份臭豆腐。我要100份，给他来100份。
慢点儿。这边。别消毒了，我又没病。是我冒犯，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以后咱俩要过1年呢。所以你总不能天天离我3米开外吧？那要是你实在受不了，想提前离婚的话，可以啊。你愿意主动离婚？愿意啊。不过，先把8个亿给我。想得到没？所以嘛，咱俩就凑合过呗。来一遍，我手很干净的。我是不会的。你看，我没消毒，你吃了不也没事吗？干嘛非要把自己弄得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？好好一个颜值天花板，都被你给浪费了。就你话多。那你忍着点啊！我这个人看见好看的人，嘴巴就不受管控。你好可爱啊！你朋友想喝这个你好可爱啊！我要回家。走，回家，我还没见过我婆婆呢。嫂子呀，我听说爸最近急着给雨森张罗婚事啊。爸是说过，不过啊，主要那不巧了嘛，曼妮啊刚从伦敦政经毕业，又在大厂做海外贸易的，与我们家雨森呢刚刚好相配。哪有？顾阿姨，我只是一直很仰慕雨森哥哥的。哇！我的乖乖，你们家这屋顶比我家周俊的顶棚还敞亮。雨森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小姑娘，这血淋淋的是什么呀？这种东西怎么能拿进我们顾家客厅呢？老公，你居然找了这么多人来欢迎我，搞得那么隆重。一屋子全是挑刺的行家，郑多米，这场鸿门宴我坐等你吃瘪。嫂子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雨森都带什么人回来嘛？这传出去，我们顾家的脸都没地方摆了。可能雨森哥哥也是听顾爷爷的话，才带这样的女人回来吧。还是曼妮领的情。嫂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作为当家太太，就得管得住这个家，不然传出去，外人会以为你压不住场面的。哼，
事情变得有趣了，这下看你怎么应对。你就是多米吧？我是雨森妈妈，快坐，这大老远的来累坏了吧？东西太重，让下人提着。快坐下来，来。妈妈，你真好看！我刚才一进门，还以为观音菩萨坐在这儿呢，浑身发光的那种。这就喊声妈妈，她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。哎呀，一看你啊，就是个精神利落的好孩子，比那些弱不禁风一吹就倒的强多了。行吧，我妈呀就吃这一套，一夸就上头。对，就是比那些装模作样、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人强多了。是啊，多米姐姐真朴实。不过人还是要多读点书。第一次见长辈，要是我，至少要提前打听好阿姨的喜好，准备些得体的礼物，显得 elegant 一点。You know？ 哼，茶味儿都飘满客厅了，拐弯抹角踩我，摆明了想挑事儿。你喜欢过雨森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就是觉得雨森哥哥 deserve better。那你一定是留学归来的高知分子，豪门千金是吧？这么高质量的女性，还不知道和别人家的老公保持距离。我们村口的母猪都知道不拱别人家的圈呢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她果然还是因为喜欢我，开始争风吃醋了。曼妮，曼妮啊！曼妮！嫂子，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。这种粗鄙不堪的东西，你居然拿它当宝贝！我看我婆婆好说话，就想拿捏她。顾家的家风啊，怕是要败在你手里的。你要是管不好这个家，那就让位吧。把天使谷关回去啦！难道他为了我吃醋了？我看是姑姑您人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难怪可以连结2次婚，还保持无儿无女的黄金单身呢。你简直是人生赢家呀！你这小姑娘还算有点眼光，我真的很羡慕你。不像我婆婆，一个人含辛茹苦把雨森养大，还把他教得这么优秀，能撑得起顾氏集团的重担。自己一个人管理着整个顾家上上下下的所有家事，有条不紊，运筹帷幄。您多清闲啊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还不用操心儿子，不用处理家事，还有大把的时间说风凉话。住在娘家的派头，比主人还主人，谁能有你这样好的福气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辈不懂事，小姑您别太计较，别太计较。好，懒得和你这种没素质的人讲道理。哼！那你们2位，我也要走了。走。多米啊，今天谢谢你替妈出头。妈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是顾家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，是顾氏集团的门面担当，根本不用被别人的虚礼和规矩绑架，委屈了自己。最金贵的是你自己啊！她也看懂了妈妈的委屈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大美女吗？哪里大？你老婆最大，多米进门呐，就是咱们顾家的人。妈，这话说的在理。爷爷好。多米啊，你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顾家的孙媳妇了。
行吧，爷爷，我都听你的。合法持证，童叟无欺。既然领了证，你们就是合法夫妻，怎么能分床睡啊？雨森啊，赶紧把多米的行李放到你的房间去。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家我真是没法待了。嘿，多米啊，你别放心上，雨森说话就是这样，但他心肠不坏的。妈，我干杀猪的，多犟的脾气我都见过。多米啊，雨森这孩子呢，从小就受了不好的经历，所以养成了独断专行性格。但爷爷看得出来，你是第一个让雨森乱了阵脚的人。这张卡你拿着，只要你替爷爷把雨森管教好，每个月我都会给你一笔钱，这钱你随便花。谢谢爷爷，我会照顾好雨森的。哎，雨森如果欺负你，第一个告诉妈。妈，放心，我们家的小猪都被我训得服服帖帖的，雨森肯定比小猪听话。好，我这就让人去收拾房间，把雨森那屋的床单被罩全换成新的。有钱花随便花，还能持证上岗摸男人，这英年早婚体验乐趣无穷呀！来来来，睡过来一点，放心，我肯定不碰你。哎呦，咱们约法3章，首先，你进到我房间必须消毒；其次，以后我房间的所有东西你都不可以碰；最后，咱们楚河汉界，泾渭分明。你胆敢越过这个38线一次，罚款1万。哼，你是博物馆的出土文物，还是庙里供的金菩萨？我碰你一下还罚款？不让我碰，姐的第一课就是托米训练。郑多米，你干什么呢？离我远点儿！哼，我就知道这屠户女笼不住顾雨森的心，等下我就拍下证据拿给爸看，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嚣张。金菩萨自己过楚河啦！郑多米，你放开我！是你主动的，我不放。有人偷拍，有变态啊！是我，吴姑姑，快放我下来！好像是姑姑的声音。怎么了？好像是姑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晚了，你们两个站在门口干什么呀？你让姑姑说吧。爸，您被骗了呀！他们结婚只是在你面前装装样子，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分床睡的。啊？分床？爷爷，我们没有。凭我的身材和脸蛋，还有从小到大的绅士习惯，郑多米见我一眼就垂涎欲滴，怎么可能分床睡？是吗？对，我垂涎欲滴，禽兽不如。爸，你别听他们瞎七搭八的，我都拍下证据了。证据？你看。
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年轻人啊，真不害臊，都抱在一起了，哎，抱在一起。小姑，这就是你说的分床睡的证据？好啊，雨森、多米，爷爷没看错你们俩，说不定明年这时候我都能抱上重孙子了。妈，你也是，这么晚了还偷拍他们，你想干嘛呀？快回去睡觉吧。走。原来你会害羞啊！我还以为你这张脸是防弹玻璃做的，刀枪不入呢。那还不是因为你。哎呦，怎么啊？顾雨森，顾雨森，金菩萨，金菩萨，金菩萨，你醒醒！你怎么了呀？这是，你快点醒醒啊！嘴巴还挺软的嘛。我服了！顾总，顾少夫人，早上好。早，爷爷早。哎，雨森，你这睡了一觉，怎么脸搞成了这样啊？是呀，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那力大无穷的好儿媳，一口亲下去，把我嘴皮子都磕破了。要不是你把我拖进房间，我不亲到你啊！明明是你先推倒我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赶紧先吃饭吧。这么多米，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吃个饭吗？对不起，但早餐太香了。一点小事就叽叽喳喳，年轻人应该情绪稳定。老公，我家养的小猪到了一定的年纪也会脾气不稳定，但是我一个手起刀落，给他做了个小手术，立马就变温顺了。就连吃饭也变香了。周多米，我不想听你那养猪的经验，我不吃了，胃痛。胃痛还不吃啊？我的肋骨啊！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扶你。来，我的心肝呀！我看看。你下巴呀！周多米，我真的只是想扶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但是我一个手起刀落，立马就变温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除了胃不疼，哪儿都疼。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你这个宝贝儿子，现在总算有人可以治他喽。哎呀！
喂，文旭，你是离婚诉讼律师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女人主动提出离婚？你结婚了？不是我。是我有个朋友，被他爷爷逼着娶不喜欢的人。你还有朋友？那你快告诉我，你朋友娶了个什么样的老婆？暴力，手段残忍。你居然找了这么多人来欢迎我，搞得这么隆重。没有眼力见。粗鄙不堪，就这还想垂涎我的身体？你这根本不是娶老婆，是被婚姻按在地上摩擦。所以我朋友要跟他离婚啊，绝对不能离。你朋友老婆垂涎你的身体，他要是离婚了，不就是你接盘了吗？今天啊，带你来公司熟悉熟悉，前面就是雨森办公室，来。哎，就当是我老婆吧，反正她就是一个不解风情、土到极致、毫无共同语言的女人。这混小子，妈让他跪着把话说回去。妈，我好像是穿的随意了点儿。立刻通知品牌部，根据少夫人尺码，把本季高定新款成衣、鞋包、珠宝全部送到顾家别墅来。我们走。雨森啊，我今天打麻将，要不让多米去公司找你玩去？什么？不行。我回家陪他总行吧？喂。不是，你来回晃荡干什么？怎么，那不解风情、土到极致的老婆出轨了？他要是出轨，我感谢他半辈子祖宗。出轨好呀。文旭，你帮我个忙。欢迎亲亲老公回家。老公，好不好看？哎，我的影子好像不见了，我找找啊。老公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我喜欢。问你了吗？用得着你喜欢吗？哎呀，你别说话。吃点水果吧。啊，嫂子好，我是雨森的发小，你可以叫我文旭，也可以叫我旭哥哥。啊，你好，我叫郑多米。你好。你今天怎么突然打扮成那样？妈妈说好看，我刚刚那么穿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那当然是很奇姿艳逸，温婉端庄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的气质，让人看了一眼就忍不住心生喜欢。之前听雨森说你不解风情，今日见到你本人才发现，纯属是他眼瞎。有眼光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如果我能早些遇上多米小姐，做梦都会笑醒。你不是很忙吗？怎么还不走啊？我想
建议我不接受你的建议。我是一名律师，绝对不会答应你去勾引别人的老婆，这是我的职业操守。哎呀，又不是让你真的勾引，你只要制造机会，然后故意造谣，让他主动离婚就行了。我文旭宁拆10座庙，不毁兄弟婚。我很忙，那么失陪啊。哎，你们干嘛？哎，工作不急于一时，我偶尔代理律师的法务咨询，平时主攻离婚诉讼。我的服务宗旨就是宁拆10桩婚，不留无情人。文律师，你真幽默。我也很欣赏多米小姐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咨询。除了丧偶，就没有我拆不散的婚。这是我名片。这种东西留着不吉利。你的职业操守呢？我的职业操守就是站在当事人您这边，带入事件，带入感情，主动勾。还勾掉你舌头信不信？哎，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？放心，你看他样子很单纯，没有恋爱经验，很容易上钩。你就看我接下来怎么出招。你别过去！我刚刚打算先用冷暴力晾他几天，你先安分点，别瞎主动撩我。这眼神啊，都快粘人家身上了，还傻狗一样跟我说要离婚。好。啊，快递放在这儿，我爸给我寄的快递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香！我爸给我寄的卤制品，自家养的黑猪可好吃了。文律师，你要不留下来一起吃晚饭？今晚我掌厨。好，等着啊。我才不会吃你的东西呢！给他点教训。文旭，咱俩统一战线。今天这顿饭，咱俩死都不可能吃。朋友圈我也不会发。点名点将，点到谁就吃谁。别吧，你中午不是也没吃饭吗？我看嫂子也很认真准备。我就是要让他忙活半天，最后白费功夫。我堂堂故事总裁，绝对不能让一个屠户女用几个卤味猪蹄轻松把我拿捏。没事，磨刀干什么？这刀太钝了，我怕下手太不利索，显得有点残忍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这么威胁我是没有用的。反正你今天做的饭，我一口都不会吃。不想吃？那你们俩就出去打拳运动一会儿，天不黑不许回来，否则我手起刀落的可就不是排骨。信我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该服软时千万别嘴硬。我去就去。我陪他去。不行，我不行了，我不打。我只负责离婚诉讼，不负责家事调解。我也不打了，饿死了。天还没黑呢，怎么不动啊？不行了，我真打不动了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我的腰，哎呀，
哎呀，你也有今天啊！笑什么笑？还不快帮我猜啊！都怪那个郑多米，都怪那个郑多米，傻愣着站在那儿不动。他也就力气大，能欺负人，长得倒还不算差。我妈是颜控，估计就是看上了他那张脸吧。哎呦，你轻点儿！你这手劲今天怎么跟那个郑多米一样的？下手没轻没重的。唉，你说说，他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除了杀猪养猪，什么都不会，比我家那保镖还粗鲁，连我屁股都敢打。哎，有病啊！你郑多米上身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文旭呢？你就这么不喜欢我？不喜欢又怎么样？但我喜欢你啊！你刚才救我的样子，还挺帅的嘛。饭做好了，妈也回来了，要不一块去吃饭呗？一会儿都被文律师吃光了。我不吃，除非不吃就算了吧，好好休息。郑多米，你吓死我了你！对不起啊，我也是听到厨房有动静才过来。是不是饿了？当当当当，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走，走。我问了陈默你喜欢吃什么，就又给你准备了一份。真的都是我爱吃的菜。他特意去打听了我的喜好，重新做的。还说不想吃，饿了2顿，这不吃的挺香的吗？好吃吧？以后这种事交给家里的阿姨做就行，你毕竟是少夫人，不太好。那你习惯不就好了？文律师，下次再来。那我先走了。顾雨森这个人吧，嘴巴是催了毒的傲娇，但他其实特别缺好。他一旦认可了别人对他的好，就容易付出所有，傻不愣登的，一点防备都不留。我当然也是真心对他好的。那就好，希望你别像他哥哥那样。他还有个哥哥。他哥哥顾雨川从小就是别人家孩子的天花板，懂事大方，是所有人眼里比顾雨森更顾全大局、更适合的顾家继承人。这个我倒没有听他和家人提起过。雨森和他哥关系一直都不好，他哥出国深造，这几年一直没回来。不过雨森脾气跟性格，甚至是对金钱的偏执掌控，都是拜他哥所赐。我跟你说这些是想告诉你，要么就别招惹他，要么就别骗他。放心。
多米，猪啊！我好心给你做饭，你居然薅我头发，有没有良心啊？都误会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我的腰啊！我好心给你做饭，你居然薅我头发，有没有良心啊？该不会以为我是故意薅他头发吧？爷爷，博宇森他没有良心，他自私无情，他只知道欺负我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好啊，离了，我给你找个更好的。哎，说，你想要找个什么样的？老板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滚！哎，等等，待会儿陪我去买个东西。多米，老公你回来啦？猪肉脯，我爸寄给我的。你爸特地排队给你买来的。我爸对我真好，有爸爸疼就是幸福，时时刻刻都有人惦记着我。吵吵嚷嚷什么呀？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呢？哎呀，女森你也是，不能光顾着自己一个人舒心。你哥哥还独自一人在国外，多孤单呀！我哥出国是自愿深造建筑设计，没有人逼他。哼，放着偌大的顾氏家业不管，跑去学什么设计？也就是你个性脾气比较大，你哥哥处处让着你，才独自一人去国外的。雨森他凭一己之力撑起整个顾家，有点脾气又怎么了？人要没点棱角，任人拿捏的话，顾氏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？再说了，宇川哥他也是成年人了，腿长在他自己身上，想去哪儿跟雨森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个外人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他不是外人，他嫁进我们顾家，就是顾家的人。你呀，就是给你妈给惯坏了啊！妈对儿子好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哪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啊？你刚嫁进门，你懂什么呀？他呀，永远只顾着他自己，不然才不会搞得一家人分崩离析的。说你两句怎么啦？脾气这么大。哼。宇川呐，你弟弟要结婚了，快回来看看吧。我很快就会回去看你。雨森最聪明，又拿了第一。来，爷爷给你包个大红包。谢谢爷爷。哥，这是我的压岁钱，和爷爷刚奖励的都给你。我们的快乐要一起分享，如果以后你也被爷爷夸了，也要告诉我呀。好，雨森最聪明了。老夫一生败在太要脸，爱姐爱的不明显。雨森他凭一己之力撑起整个顾家，有点脾气又怎么了？他是第一个站起来维护我，不觉得我性格有问题的人。得找个有趣的地方，明天带妈和这个金疙瘩出去玩一下，不然他也太压抑了。
雨森那雨森，老公，周末了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，我带你感受周末自由的快乐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多米，你这身真好看，是吧？我们一起去露营吧，好不好？好呀。雨森，走，你也陪妈一起去。多幼稚！我不去，我还有个跨国的视频会议要开。周末开什么会？你这总裁怎么带头压榨员工啊？周末陪媳妇儿和老妈走。走，走，不去！哇哦，快！哈哈哈！这就是大自然的味道。看我选的露营地，超棒吧？有山有水，晚上还能看星星呢。晚上看星星，这里的蚊子能组团开席，把我们当主菜啃。你要想看星星的话，咱家楼顶上有望远镜，一样能看。好了好了，来这里啊，主打一个体验大自然，回归质朴。雨森，你也放松一点儿。老公，我们来拍张合照吧。3、2、1，茄子。妈，你快看，你看雨森这表情好搞笑。我要当山屏保，日日瞻仰。我记得有一个钓鱼博主叫天元邓铁，最喜欢钓这种翘嘴。这多米，把它删掉。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拍的，而且谁让你偷笑了？谁偷笑了？我看是你长得比较搞笑，给我删了！发朋友圈，儿媳带儿子重返人间，傲娇总裁在线破功。这个时候，我是不是该说那句经典台词了？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总裁这么开心了。有鱼，真的有鱼啊！这点路都走不好，连点基本平衡都没有。那你还抓这么紧？你怕我摔下来？哇，老公，你的腰练的也太结实了吧！这多米，我哪儿摸呢？你松开我！我不，我的手就得放在这儿才有安全感。再说了，我一会儿要是再摔，你还能第一时间接住我，对不对？都没藏起来。打我是吧？那，快！小心！都累了吧？我带了冰淇淋，给多米凉快一下。谢谢妈。没你的，反正你也不爱吃甜的。尝一下，不甜。我的老天爷！我帮他拿水果都嫌弃的儿子，居然吃了别人吃过的冰淇淋。好甜啊！骗你的，冰淇淋哪有不甜的呀？你吃你，再不吃就化。你干什么啊？啊，去买点草莓味的。老公，你就爱甜的。辟邪警告，金菩萨即将播放付费内容。你能不能别盯着我？睡觉。过来。干嘛？过来，我又不吃了你。过来嘛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
晶晶晶晶，搞笑丑娃娃是不是很治愈啊？你看这个男娃娃长得像不像你啊？你选一个。这哪儿像我了？眼睛还没我一半大呢。是，你帅，你宇宙第一帅。那你要不要？两个都丑乎乎的，你别要，到时候我给你买个好看的。顾雨森，睡觉。哦。老板，您今天心情好像格外的好。你怎么知道多米给我送了礼物？啊，身为总助，你的观察力确实很敏锐。这个月奖金翻倍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少夫人就是我的活财神，我宣布守护这对 CP 是我此生唯一的信仰。喂，文旭，我跟你说，多米昨晚送了我一套礼物，你是不知道，昨晚他送之前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，生怕我会拒绝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一起喝酒的那个白富美对象，冷战之后搭理你了没？我跟你说，恋爱脑不要太上头，太上杆子会变成舔狗的。你看看我，完全不。哼，单身狗，算了。曼妮小姐，我找雨森哥哥，别挡路，让开。怎么办？我不能让他单独和老板相处。少夫人，喂，什么？我给顾总做了午饭，到楼下了，下来接我一下吧。少夫人，您来的正好，我马上来接您。好。不对，我得帮少夫人一把。雨森哥哥，我……老板，少夫人来给您送饭了。他来了，在哪里？在楼下被前台给拦住了。他们肯定是觉得少夫人好欺负，就故意为难她。您快下去救救她吧。他们饭碗不想要了，敢为难他？沉默，走。是。对了，以后我办公室不要随便把人放进来。哎，你好，你要去哪个部门？找谁啊？总裁部，找顾雨森。找我们总裁啊？你有预约吗？好熟悉的台词啊！难道我遇上前台看人下菜碟的打脸剧本了？预约啊，我就是给老公送个饭，应该不会耽误很长时间的，你就让我过去吧，行不行？哦，原来是顾少夫人呀。那个电梯就在这边，需要我带您到总裁办公室吗？不是，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我的打脸剧本呢？我看谁那么大胆子，连顾少夫人也敢拦！救命！别说了，我会被你射死。你们家前台挺有礼貌的，没有为难我。啊？顾总，顾少夫人慢走。来，雨森哥哥，你怎么还没走？雨森哥哥，我精心给你准备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礼物。我记得你们公司楼下以前有一个特别大的黑檀木雕像，你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拍照，但是前段时间被拆除了，所以我就特地把那个雕木的一部分给买下来了，还请人做了这个茶宠，这样你就可以天天看到它了。雨森哥哥，
呀哈！绿茶直接都挑衅到我头上来了。你费心了，但你可能误会了，那个黑庄子在楼下影响审美，还总被一些流浪狗当厕所。我每次拍照都是为了投诉，但一直没有人管，我就把它买下来，让人给拆了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能想，为了契约，我这个爱抚小娇妻的人设，我一定要拿捏死。曼妮小姐，难怪刚才有一股骚味儿呢。这东西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沉默，送客。曼妮小姐，请吧。对啊，我不能光想着哄好顾雨森了。这一年豪门太太要坐稳，不能只当全职太太。雨森，来，你来这坐，坐啊！老公，我作为一名现代女性，我不仅想要在生活上与你共同进退，在事业上，我也想要为你分忧啊。他这是担心我在外面会有其他女人。他这是担心我在外面会有其他女人。他想干嘛？要在这儿宣示主权吗？我就是不想总有人打扰你，我也想站在你身边帮你。你有这个想法，挺好。可惜了，我啥也不会了，上哪找一个愿意教我的老师呢？咋的啦？嗓子不舒服啊？来，吃个鸡爪，进去挠挠。你不是缺老师，你是缺根筋。这鸡爪留着掏开你脑子看看，是不是哪里短路了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老师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！如果呢？我可以找沉默。放着现成的不用，这沉默哪里有我好？这是子公司的项目部，这边负责策划方案，这块负责客户维护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刚来就这么皮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，好好表现一下吧。你找我有事？公司呢在做旅游板块，打算建造一个生态农场，做田园综合体。你们觉得谁比较合适呢？啊？公司什么时候涉及田园综合体了？难道老板是为了啊？要说接地气、懂生活，咱们公司除了邵夫人，没有人更合适了吧？我觉得这项工作交给他接手，再合适不过了。那就交给你来做吧。我？不过呢，这是一个重兵项目，不能只交给你一个人来做，会有一些资深的同事呢和你一起竞争，到时候就看你表现了。啊，我懂，老板是要把声势做足，再安排2个人表面竞争，实则啊是辅助邵夫人。好的，老板，我马上去安排。让我负责？是认真的吗？不过
我担心这个，这个田园综合体呢，有最高规格的养猪场，这个部分呢，你比较有经验。项目做好了之后，到时候还有奖金。他这是特意为我铺路，既给我机会，又怕我受委屈。到时候给我爸在城里买个养猪场，养那种听音乐长大的高端猪。你一直都记得我想给我爸买一个养猪场。顾雨森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谁喜欢你了？我就是怕我妈和爷爷说我在公司苛待你，毕竟你是名义上的少夫人，不能让外面的人说闲话。哦，放心，我会保持契约精神的啊，放心。契约精神，只是保持契约精神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明明说过喜欢我，又偷偷打听我的爱好，还特意跑来公司守着我。若不是心里在乎，又何必说这些呢？弟弟，好久不见，我回国了。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的。你都已经结婚了，怎么脾气还是这么冲？也对，只要爷爷钱给够了，弟妹自然愿意哄着你。我先去洗个澡。一回来到现在，眼里只有那破电脑。他最近怎么不缠我了？这么快就腻了？这样会不会太刻意了？拼了！救命啊！擦边博主杀到我眼前了，谁还能专心干活？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。这个地方没有修改。专注一点，不要分心啊！你靠这么近，我很难不分心。他紧张了，证明心里是真的有我。少夫人，如果你不明白术语意思，那把市场份额比作猪圈的猪，把竞争对手比作隔壁猪圈，把成本控制比作饲料配比，明白吗？还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，小陈很愿意为您效劳。什么好聪明啊！这么一说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很愿意效劳，我看他是不想干了。哦。你现在很忙，别找沉默了，他很忙。少夫人，听说我现在很忙，忙完再联系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他很忙。这么晚了，
你也该睡觉了。那我回个消息吧，礼貌一点。礼貌的话，他就不会这么晚还在打扰你。就让他等着吧。各位，田园综合体项目需要对接设计师，谁去？不行。这谁去啊？我才不去。我去。你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吧。哎呦，这个新来的还真敢冲啊！顾总亲自定的项目，被毙掉的方案都快堆成山了，他也不怕死啊？他想出头就让他去呗，人家是陈特助安排进来镀金的空降兵，不过想让我们给他铺路，做梦！那么多设计师都被毙掉了，剩下几个大咖可都是难啃的骨头。何止啊！那些可都是行业里有名的老色胚。不，还有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业界大神程琳。哎呦喂，想什么呢？当年顾总亲自出马，结果吃了闭门羹，就让助理回了一句没兴趣。他要是能撬得动丛林，我们也能生孩子。那他只能从老色批下手了。呀，我不知道你们还在这里闲聊啊，对不起啊，就当是小小赌。郑多米，你的招标文件完成的怎么样？都写好了。鱼儿拉着二胡唱，我想雨森到天亮。多米心儿诉衷肠，只想赖在雨森旁。这是什么？我心里、脑子里都是你，所以就做成这样了。多米，你耳朵这么疼，你这么不经料啊？你不是说不喜欢我吗？我喜欢，我不要什么契约了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啊！我跟你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啊！你真的喜欢上我啊？顾总，我对你很失望。你别走！老板，我不走。你别走！老板，我不走。你怎么又整这出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有老婆的人，离我远一点。哦，不对，就算我没老婆，我也不喜欢男人。对了，多米去哪了？啊，少夫人去沙龙会场见设计师了，就是之前那个刘工。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多米要有什么事，我把你脑袋割了为珠。艺术对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得有点特殊的情感，才能出好的作品。像你这样刚入社会的小姑娘，还得多学习。结我好色一生，今日遭到了报应，好想穿上我的阿迪，把他给打死。创意嘛，是交流出来的，咱们得多亲密接触，多深入交流，让我多了解一下别以为你长得丑我就不敢骂你啊！癞蛤蟆成精似的，说话还这么油腻，苍蝇从你脸上都嫌狡猾，满脑子龌龊心思的老咸菜帮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配不配？
你个刚毕业的，敢骂我，是不要命了吗？我让公司开了你，以后你别想在设计圈混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这样欺负一位姑娘，不太好吧？你谁呀你？多管闲事！哎，小心！你大爷的！扫兴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行，骂了人就想跑，让你见识见识解杀猪的本领！还自诩大师，谁可狼泪眼睛，冒充文化人！我告诉你，以后过时的项目你连边都摸不着，下次见到我绕着走，听到没？听到了，你家饶命！滚！你是顾氏的员工？让你见笑了，我今天是出来见设计师的，没想到遇到个人渣。我也是设计师。你也是设计师啊？丛林，这个名字怎么有点熟啊？我对你这个项目很感兴趣，要不去我工作室聊聊？好呀，好呀，走。下次聊。你和他认识多久了？刚认识啊，巧了，他也是设计师，这就叫他乡遇知音呐。那你对他呲着个牙笑，怎么可以随便相信别人？这么大反应，你该不会吃醋了吧？谁吃醋了？我们可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，你以后要对那些故意接近你的男人允一点，更不要对他们笑。放心，我现在呢，只惦记着把你交给我的项目完成好，其他人我都不惦记。笑什么？没什么。你笑什么嘛？多米，昨天沙龙怎么样了？跟刘工谈的还顺利吗？别提了，什么大事，他就是老流氓。我就说吧，空降兵绣花枕头一包草，除了会抢功劳还会什么？不过我昨天遇到一个设计师叫崇林，他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，说想要跟我们合作。谁？你说谁？崇林。你说谁？崇林。郑多米，你是没睡醒还是午觉梦游呢？连刘工都搞不定，还崇林寻求与我们合作？就是啊，崇林老师都神隐多少年了？哎，你该不会是随便找了个人冒充糊弄我们吧？多米，崇林老师确实连顾总的面子都不给，你是怎么会？我不认识，但是他给了我一张名片。唉，有些人呐，真是为了往上爬，什么谎都敢撒，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。总监，他一个新人，怎么可能请得动崇林？还伪造名片，这事必须上报给高层，不然我们担不起。我看担不起的是你们。
文件。这真的是丛林老师的合作意向书。周总监，丛林老师工作室今早主动联系了我们，并且要求以郑多米为本项总负责人。哇！我宣布，园林综合体项目正式任命郑多米女士为本项总负责人。什么？耶！终于见面了，弟弟。今天爷爷叫我们回家吃饭，所以我刚好来接你。顾玉川，你有话直说，别夫人前谦谦君子的样子，只会令人更加恶心。那天从沙龙带走的女孩，就是弟妹吧？听说你今天还任命她为新项目总负责人。你调查她？调查谈不上，我只是惊讶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用权势跟职位来讨好人了？看来你真的很在乎他。你要是敢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，我就跟你没完。我对他没兴趣。雨森，你是顾氏继承者，喜欢的东西就不要表现在脸上。倘若有一天有人想对付你，第一件事就是从你喜欢的东西下手。喂，你到了，等等我啊，我马上来。项目被新来的这个人截胡就算了，我们还得陪跑到这么晚，不好干啊！这郑多米居然被豪车接走了！我就说他来路不明，原来背后有金主撑腰，走后门空降故事。你说他跟丛林大师合作，该不会也靠这个路子吧？我咋怎么就没人疼？哎，你心思重，说不定也可以试试说服人家。你们这些大爷呢，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？不理你了。程天老师，您看，这个想法还是很新颖的，就是没法落地。您这也太直接了吧！我喜欢。不过我觉得呢，这眼神和动作，要说他们没鬼，谁信啊？就是，这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司搞这个，要是这种歪风邪气，以后公司还怎么立足啊？不行，我必须和高层举报。老板，这就是关于举报少夫人的投诉信。我举报部门员工郑多米深夜上豪车与金主权色交易，与设计大师丛林关系暧昧，靠不正当关系窃取项目资源。丛林，是他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，少夫人干不出来这种事的。备车，去分公司。各位，集团顾总跟陈特助马上亲临调查工作，大家都精神一点。东明，你跟我来办公室一趟。哦。怎么突然这么大阵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些人私生活不检点，集团收到举报，特意下来彻查。看来集团格外重视我们分部这个项目，连总裁都亲自来，有人要倒霉喽。这个刚来新员工多米被叫走了，这事儿不会和他有关吧？我也觉得跟他有关系。我跟你说啊，郑多米这个女人啊，真的是太贱了。我昨天晚上看见她跟别的男人出去了。还有，我今天还见到她跟老板在一块儿呢。请问郑女士在吗？
崇林老师，你来的正好。郑多米心术不正，私生活混乱，已经被公司叫去调查了。您后续有什么工作，就和我们对接就好了。对，他跟您合作也是为了蹭您的名气，您千万不要被他清纯的外表所蒙蔽。无端揣测，恶意诋毁同事，你们作为顾氏员工，就这个格局和教养？说了2句还不开心了，这2人果然有一腿。什么？就一张照片也能举报？我相信你的为人，一定是赵浩他们造谣的。但顾总亲自来调查，我们总要给他一个好说法。顾总会来调查我？他不会是因为照片吃醋才来的吧？别慌，我已经帮你想好对策了。你和重林的照片就是正常工作对接，但如果顾总问起豪车的事儿，你就说上的是我老公的车。昨天晚上我们3个人一起吃宵夜，我老公马上回来公司替你做伪证。你老公过来帮我做伪证，那我老公来了怎么办？你老公来了？谁呀？顾宇森啊！你们说的这些都是造谣，诬陷！苍天哪！造谣啊！你们就是造谣！你们说的这些都是造谣诬陷，我可以证明。那天晚上，有误会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呀？我用不着谁给我证明，谁造我的谣，我追责到底。哼，笑死！老男人自动上门承认了，还在这嘴硬呢。待会儿顾总一问，他就得马上收拾东西，和这老男人一起滚蛋。什么老男人？他是我老公。好，顾总和陈特助来了。顾总，好期待啊！老公来了。她说她老公来了，不会是陈特助吧？是陈特助吧？那陈特助岂不是被戴绿帽子了？这场面，姐妹啊，你怕是以后在整个顾氏都待不下去了。嗨。怎么回事啊？郑多米的老公是顾总。天啊，当众戴戒指吗？也太宠了吧！我看是顾总吃醋了，特地来宣示主权的吧？是我的疏忽，害你被人诋毁。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就是郑多米的金主，也是她的老公顾宇森。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就是郑多米的金主，也是她的老公顾宇森。那是谁这么大胆，敢造顾少夫人的黄谣？谁说的？不是我，侯祖信是赵浩写的。你放屁！明明少夫人和楚林的那个照片是你拍的，你别乱说，是你啊！哥，我是该向大家介绍，你是设计师崇林，还是大顾总顾宇川？他是宇森的哥哥顾宇川，所以崇林老师就是大顾总，难怪多米能轻松找到崇林。搞半天，原来是一家人套着马甲干项目。顾总，不带我参观一下公司吗？陈默，这里交给你。苏鹏、赵浩，你们造谣诬陷同事，
严重违反公司规定，2人即日起开除，全行业封杀。你老板怎么还没下来？老板和大顾总有一些工作需要对接，我先送你回家。我手机忘了拿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快接呀！快，这干嘛？喂，你到了吗？老板和大顾总这会儿估计要打起来了。我要先送少夫人回家，挪不开啊！行，你赶紧去劝架。菩萨保佑，别出人命，别出人命！少夫人，怎么看到哥哥不怎么开心啊？你是不是故意用崇灵的身份接近多明，一边想毁掉他的声誉，一边想离间我和他的关系，是不是？看来用利益绑来的婚约有点不够自信。不要挑战我的底线！底线？还好意思提底线？从小把这个家拆得四分五裂，从小自私自利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谈底线？哥哥还耿耿于怀呢，小时候的事，你还好意思提呢？有话好好说。回去！顾宇川，你竟然敢打我的人！陈波，你个狗东西！上次夫妻吵架让我当离婚律师，这次两兄弟打架就我一个，老子不劝了！你们两兄弟打死算了！我从来不欠你什么，更没有对不起你。两个神经病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我非要打架，还欺负我一个！于森，老板，这顾氏的房子老子不干了！你们顾家一家子都在欺负我，都在 play 我。我还是先去看看我律师吧。老公，怎么打架了？他说我脾气差，说你会不要我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没说出口，但你心里就这么想的。崇灵也好，大顾总也罢，在我眼里，你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惹我老公不高兴了。这项目书还给你，我的项目首先得我老公高兴。你惹我老公不高兴了，你就算把罗浮宫的设计稿搬来，我也不用，我怕我老公吃醋。你笑什么？你老婆确实不会不要你。冬敏，你就把设计稿给他。
你这样会被公司的人说闲话的。我脸皮有这么薄吗？他骂人还没我强呢。我这人啊，素质不详，遇强则强。多米，你不必为我承受这些的。什么没必要啊？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。怎么了？这是爷爷最喜欢的花瓶，怎么办？爷爷看到了会生气的。没事，我来想办法。谁干的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花瓶，你知道这值几个亿吗？啊！你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快回去吧，老公，我饿了，走吧。我公司还有事，我让人送你先回家。哦，老公，顾雨森这是怎么了？我还从没见过他这么神。多米啊，我听陈默说雨森和他哥哥打了一架，那他最近肯定又要加班，你先回去睡吧，不用理他。妈，雨森以前也这样，不高兴就拼命加班。是啊，雨森这老小子居然有这种恶习，打工人的命也是命啊！妈，雨森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要不我带他出去玩几天，让他换换心情。好啊。哎呦，不过雨森他不会同意的。哎，多米，你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带他出去，妈都支持你。办法嘛，多的是。我们这样。老公，我们到了。这是哪儿啊？你要干什么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欢迎来到风景秀丽、景色宜人、大名鼎鼎的大麦村。快走吧，爸妈还等着我们呢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公司还有事，我等公司的事解决之后，再来看岳父岳母啊。公司妈都安排好了。再说，多出来逛逛，心情才能好嘛。身体好了，才有精力工作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就当是陪我度蜜月，行不行？我们结婚这么久都没出来转转。行吧。走。你看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老郑，你说咱家多米嫁到顾家，会不会受欺负呀？哎呀，咱女儿你还不了解，她什么时候吃过亏呀？我就是心疼嘛。你看，咱多米长这么大，什么时候离家这么远过？他万一要是有什么事，可怎么办呢？放心，他要是敢欺负多米，我就是拼了一切也要替多米讨回公道。对，就知道瞎操心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多米回来了！哎呦，多米，妈，乖女儿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快洗手吃饭。对对，洗手吃饭啊！哎，坐。走，这就是雨森吧？果然长得一表人才。来吃。雨森呐，
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做了多米喜欢吃的。你喜欢吃什么，下次专门给你烧啊！不用麻烦的，我吃什么都可以。这孩子，什么麻不麻烦？你跟多米结婚了，就都是我们的孩子呀。这父母给孩子做饭有啥麻烦的？来，快吃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吃这个。对了，雨森，妈听说你是顾氏的总裁，妈也不懂啊，这个总裁平时都忙些什么呀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任宇森是大老板，开了个大公司，手底下呀好几千人呢。这么多人，都是你一个人负责吗？才多大点孩子？才多大点孩子，就要扛这么重的担子，这平时肯定很辛苦吧？于森啊，你是顾氏的接班人，这么大的企业，你要多上心啊！宇森，上个月业绩怎么下滑这么多？你这个总裁是怎么当的？这么多年，其他人都只问我业绩怎么样，还是第一次有人问我累不累。妈，咱家开个养猪场都累得不行，更何况这么大一公司呢？不过我老公可是天才，干啥都强，别说开公司了，养猪都不在话下啊！你还会养猪？当然了，不信的话，我改天让他给你们露一手。来，吃，来。终于喂完了，手都酸了。没想到我堂堂顾氏总裁，居然会有一天在这儿喂猪。没想到你家猪吃的还挺好的呀。那肯定的，这些饲料都是我爸专门搭配的，还有你刚刚放的那些草料，有很多都是我爸专门种的。哎呀，以前不知道，原来养猪是件这么麻烦的事。不过还挺好玩的。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，比如猪其实是很聪明的，而且也很爱干净。想要养出高品质的猪，就要常常打扫，要让它们住得好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保持心情愉悦。来，吃这个，快吃，多吃点，多出来逛逛，心情才能好嘛。郑多米，原来你之前一直把我当猪养。我可以解释的。你看见我晒的草药了吗？准备给咱家猪育种的，谁知啊，突然就找不着了。育种？爸，看见了。啊？不过我以为是饲料，都喂给猪了。老郑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家猪好像疯了。呀，老郑，你这姑爷挺厉害的，才来几天啊，就跟你们家几百头猪集体催情了。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呀！你家母猪生过崽，没人吃啊。就是啊，别到时候你们家猪肉一斤都卖不出去。爸，多米，对不起。爸，多米，对不起。不过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顾雨森，你要是没能力管理好顾氏，你就赶紧请辞吧。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补救的。谁让你负责了？我们一起配的饲料，要错也是一起错，而且我们是一家人，家人错了，当然是一起解决，哪有让你一个人承担的道理？就是配错了饲料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再说了，我仓库里还有疫苗，我去拿，打一针就行了。你们也别光说风凉话，也过来帮忙啊！原来出现问题不用我一个人解决，这就是家人的感觉吗？没事的，我们过去帮忙，走吧。
良辰美景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。我来陪你，干杯！老公，你最近变化很大。是吗？你说说我哪里变了？你以前冷冰冰的，最近经常笑，也更好看了。那是因为遇到了你。其实我挺羡慕你家的。自从我接手故事，我一直把自己装作很强硬、很难搞的样子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但是现在我很开心。我就说吧，多出来转转，心情会变好的。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？好啊。其实我和我哥小的时候关系还挺好的，直到10岁那年，他带我偷偷上山玩，却遇到了坏人。这是我跟弟弟所有的压岁钱，放了我们吧。就这么点钱，只能放走一个。雨森，你按照原路下山，我留在这儿，你叫爸来接我。可是哥哥，我不认识路，我怕。雨森，那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回去叫人来接你。等我。但后来他一直没回来。那2个绑匪知道我怕黑，就将我关到了一个破房子里下，漆黑一片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能听见打雷时满地的老鼠和蟑螂，那一刻特别害怕。我每一秒都在等待他回来，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回来。我知道他也是为了我好，想让我放松，但每次一看到他的脸，我就会想到那晚的事情。后来他可能也知道，所以就出了国。端明，你说我是不是很过分？因为我一个人让我们家四散分离。顾雨森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当时也是一个孩子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但是你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委屈，才没有让这个家往更差的走向发展。所以你不要责怪自己。如果你想哭，想脆弱，随时都可以，我陪你，好吗？好。多米，你找我和宇川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妈，宇川哥，雨森昨晚跟我说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，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误会。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当年雨森把我带上山，让我面对劫匪一个人跑掉了，能有什么误会？妈，当年的事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情况吧？妈，我知道你隐瞒这么久都是为了顾家好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雨森一直在忍耐，宇川哥一直逃避，没有丝毫改善。您真的觉得这是对这个家好吗？你说的没错，
是我不好，我应该把真相说出来。雨川，你真的忘记当年和雨森发生的事儿了吗？雨川哥当年没能回去，原来是因为中途晕倒了。雨森创伤严重，雨川哥接受不了自己让弟弟受了这么重的伤害，深受打击，记忆混淆，以为自己是受害者，所以两个人才怄气了这么多年。这两个人明明心里都是有对方的，却一个比一个嘴硬，硬生生耗了这么多年，真是心累。要想让这兄弟俩和解，还得是靠我。老公，你这么快就给小猪洗完澡啦？动作还挺利索的嘛。那是，我顾雨森做什么不是手到擒来？区区小猪，手拿把掐，乖乖变成萌宠了。对啊，我一直在想，怎么把田园综合体和养猪场结合在一起，建一家猪猪乐园不就好了？把猪当成宠物，再增加一些游乐设施，既能旅游还能养猪。老公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建一家猪猪乐园。我要建一家猪猪乐园。你这个想法确实不错，但是想要落地并不容易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最近我刚好没什么事，我可以帮你考察一下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老公，那就麻烦你喽。不过，你最近在忙什么事？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再过1周就是顾雨森的生日了，我得抓紧准备一下。干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你先去吃，快去吃，快去吃，快去，快去！哎，好巧啊，老公，你也在这儿。是，好巧。我在想，我的老婆，你最近可真难找。你找我？想我了？是啊，想你了。我在想，我的老婆最近偷偷摸摸的，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？不告诉你，不过你很快就知道。神神叨叨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也不知道多米会不会给我准备礼物。哎，多米。老公，怎么了？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安排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衣服该洗了。交给你了，老公。多米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吗？算了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反正也不是第1年不过生日。多米，是你在外面吗？多米，
原来他一直在准备这个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雨森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，你快尝尝。嘿嘿，脸上沾点甜，幸福一整年。老公生日快乐！那你也来沾点福气。我就不用了。敬多米，别怕。别过来！这些孩子，感情真不错啊。老公，你还会弹吉他？会一点。你要学吗？只怕我自己会爱上。哦，你是我的神！老公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很好。今天你准备的一切，我超级喜欢。那你想不想更开心一点？想。很好，那你闭眼。当当当当，睁眼吧！这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许愿蛋糕，快许愿吧！原来是许愿啊！对啊，快点快点，许愿！我希望以后的生日，郑多米都在场。雨森，生日快乐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雨森，生日快乐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让妈和宇川哥来的。宇川哥，你有话想说吗？你有什么想说的？雨森，这两个兄弟一个比一个能编，你帮帮他们。交给我。宇川哥，你说，我来帮你翻译。生日快乐，雨森。哦，我亲爱的弟弟，哥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想死你了。每年你生日我都很想回来陪你过，但是怕你不同意，只好把每一年的礼物收起来，今天一起给你。宇川哥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装什么好人？生日而已，过不过不都一样？哦，我亲爱的哥哥，其实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10年了。为什么我这10年都不过生日？因为我不想过没有你的生日。其实我最大的生日愿望就是想要你能回来。雨森，你真的是这么想吗？雨森，还不快看看你的礼物？这个是你12岁的礼物，
那时你养了3年的盆栽枯死了，我记得你哭得很伤心，所以我就重新种了一盆，现在还和10年前一样。这是你13岁的礼物，是一个菜谱，你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。遇到厨师寄了菜谱，我想把它送给你。这个是你21岁的礼物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压力特别大，痴迷各种赛车，所以我买了你最喜欢的俱乐部的限量款。这是去年的礼物，我想你或许会想和多米自己住，按你以前的习惯，设计了一套别墅婚房，希望你们都能喜欢。这是今年的礼物，是我亲手画的全家福，送给你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咱们家能够团聚。雨森，对不起。这里的意思是我帮你，剩下的我自己说吧。雨森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当初把你丢下，我又忘记了所有的事情，对不起。你说过会回来救我的，为什么把我在那个屋子里关了一整夜？雨森，当年我回家的路途中体力不支晕倒了，所以才没能及时来救你。雨森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了。妈，多米，我们家分散了10多年，多亏有你才能团聚。这个镯子是我们家传家宝，你收着，算是妈的谢礼。谢谢妈妈。多米，因为我的确不了解你，所以也没什么要给你的。这样吧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随时来找我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我确实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。啊？我打算建造一个猪猪乐园。哥，你是最合适的设计师，我希望你帮帮我。啊，我没意见，这个项目也是多米的心血，我也希望能够正常落地，麻烦你了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它一定会成为焦点之作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来商量一下细节，怎么样？我这样布局怎么样？看这里，这几个地方可以增加几个休息区，有改动的地方，游客玩玩游乐设施，刚好可以休息。那我去给你们煮些咖啡。是可以，这整体的效果不错，对吧？感觉不错。可休息区放在这里容易造成拥堵。那你觉得这个地方呢？我建议是可以集中设置在这里，离2个活动区都不远。多米哥，咖啡来了。谢谢老公。那这多出来的地方怎么办？从这里到这里还是有点空。哎，我觉得可以加些花花草草啊。可以做给店铺，让他们开设移动小摊。好主意啊！那这里……哎，这里我觉得可以加些安全措施。据我的经验啊，把它分开就可以了。
这个不会影响很大。我觉得这里还可以放一个大一点的雕塑。可以放在中间，这样游客从早上游玩到中午，刚好可以吃饭。吃饭的地方可以，设置在这里。可以。两个人一聊起来，我连话都插不上，好烦呐。这个项目不错，但是它可能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。你资金情况怎么样？我终于有我能聊的话题了。缺钱啊，我故事可以提供赞助。老公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这个项目呢，我想靠我自己拉投资。啊，对了，最近我知道有一个乡村振兴计划的路演，你的项目正好符合要求，需要的话你可以去试试。不过，去参加报名的人有很多，能不能谈成，就要看你自己了。那我必须去啊！让你准备的资金怎么样了？已经准备好了，等少夫人回来，立刻就能拿给少夫人。很好，你先出去，随时待命。这种路演拉不到投资很正常，多米又是第一次，到时候我再出场，他一定会感动流涕。多米，不要伤心，你要记住，在你身后永远有你老公最坚实的臂弯。真的吗，老公？你真是对我太好了。多米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这种路演能够拉到投资的概率本来就很低。老公，我拿到了好几家的投资，金额已经破亿啦！郑女士，请问您建造猪猪乐园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？这个嘛，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公，他给了我很大的灵感，当然在其他方面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其次呢，我要感谢我的爸爸，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养猪。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的独家专访，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。少夫人还真是厉害，来公司才满1年，居然能主导这么大的工作，还能做得这么好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的老婆。什么？多米来顾家满1年了，合约只剩几天就要到期了，多米不会离开吧？这8个亿终于是老娘的了，顾雨森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去，不要走。雨森啊，1年马上就要到了，多米的事，你怎么想的？最近我也在想这件事，我不想跟多米分开，不知道多米愿不愿意。多米是个聪明孩子，如果你真想留住他，就要想想怎么向他表达你的感情，别再跟以前一样做个闷葫芦了。表达感情，我知道了，爷爷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哈哈，以前要死要活的都不肯娶多米，现在呢，这叫什么？追妻火葬场。老板，按照您的意思，您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已经转移给少夫人了。转移财产？顾雨森，你没问题吧？你那么抠门儿。哎呀，跟你们这些单身人士说不清楚，太太管家天经地义，
行行行，那你把我们都叫过来干什么？妈，我要求婚。我要向多米求婚，想让你帮我。你要求婚？你要求婚？多米啊，求婚这种事儿一般都是男人来的。妈，求婚本来就是互相表达爱意的，我想让雨森知道我的心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妈帮你。哎，这样，把这个拿过去，一定有用的。你说，绝对没错。现在年轻女孩都喜欢这好吗？我觉得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嗨，嗨，今天天气真好。是啊。把蛋糕放桌子上，别耽误一会儿多米求婚。什么？多米也要求婚？也，雨森也。雨森！哎呀，多米！雨森！啊，多米他，顾雨森。他怎么提前过来了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幸好妈及时跟我说了，还来得及。顾雨森，嫁给我吧。我喜欢你。你怎么说了我的词啊？那我先说，顾雨森，我们1年前结婚是为了契约，但是这1年里，你给了我很多，你永远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，还帮我完成了梦想。也是因为你，我变得很贪心，我不想只要1年，我想要很多年，所以我想和你重新签一个契约。这次的期限是1辈子。多米，我这个人毛病特别多，抠门、洁癖，不会说话，但这1年我遇到了你，教会我怎么去爱人。如果期限是1辈子的话，我希望做你1辈子的学生。你这个学生，我收了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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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。多米，你今天好漂亮。我快勒死了。欢迎各位来参加新郎顾雨森、新娘郑多米的婚礼。现在婚礼正式开始。到。顾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郑多米女士为妻？我愿意。郑女士，你愿意？我愿意。顾先生，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
哇！恭喜恭喜！你要是还难受的话，要不我们先走了？好。婚礼还没结束，你们俩去哪儿啊？出去浪了。啊，婚礼交给你们了。哎，多米，雨森，这怎么就走了？不是，爱情不是找到了完美的人，而是看透了彼此的狼狈，还愿意抱在一起。敬这场先婚后爱，敬所有勇敢去爱的人。感谢观看，顾先生他栽在屠户女手里了。